我抵押了老家房子，盘下这个大车修理厂，全指望这4个懂国六电充的师傅干活。他们也知道全镇就他们会用电脑清故障码，所以专挑物流车队明早发车的前夜拔了发车的诊断仪，逼我交权。陈老板，没这台仪器，明天这5台车你连个发动机故障灯都消不掉。可他们不知道，这场硬仗，我等的就是他们撂挑子。皮叔，明早6点海鲜车队必须上高速，发不了车，平哥得赔人家20万违约金啊！大飞，咱们明人不说暗话。第一，今晚这5台车的工时费，哥几个要翻倍。第二，以后厂里换下来的废机油就3卷催化器，全归我老皮处理，你不能过问。第三，以后车间排班我说了算，你个外行，乖乖在办公室待着数钱就行。皮叔，就3元催化器一个能卖好几千，你这是要平哥的命啊！这国六的新车，他陈平一个大学生能摸得明白吗？说完了，痛快点，答不答应12000元。啥意思？你们几个这个月的工资加上提成，1分不少，拿着钱滚！陈疯了，没了我们，明天这5台国六车就是5堆废铁。没了你们这帮吸血鬼，我这厂子才算干净。行，你有种，老子明天就在马路对面吃包子。我倒要看看你连诊断仪都没有，怎么让这5台车打着火？走！平哥，你糊涂啊！这都是带电脑板的新款车，没了诊断仪，发动机直接锁死，明天咋办啊？去库房把那几套老式的机械大泵搬出来。啥？那都是淘汰10年的纯机械零件了，装在国六车上能行吗？今晚把这5台车的电脑板全砸了，线路全剪断。剪断线路，那车不就彻底报废了吗？电喷锁死了，那就全改成纯机械泵。可这种电改泵的黑技术，全镇都没人会啊，谁来改？我。平哥，这玩意儿比我岁数都大吧？这可是国2时代的纯机械泵啊！老物件有老物件的用处，现在的国六车全靠电脑板控制喷油。老皮拔了诊断仪，等于掐断了车的脑神经。对啊，没脑子车怎么动？电脑板会因为一个错误代码锁死全车，但机械泵不会，只要齿轮还在转，我就能把油硬生生压进气缸里，这叫物理制空，神仙也锁不住。这能匹配得上吗？我大学学的是内燃机设计，这套转接件我半年前就车好了，推小车过来装泵。咱就这么走了，陈平那小子不会真把车修好吧？修好？他拿什么修？他就算把发动机拆成零件，也休想让起动机转一下。就是一个刚毕业几年的大学生，懂个屁的修车！天亮之前，他陈平必须拿着诊断仪的钥匙，跪在这条马路上，求老子回去接盘。到时候，我要的就不只是30%利润，我要他这厂子1半的股份。14号梅花扳手，手电筒照准正时齿轮的记号。平哥，你这手速和力道比老皮他们快了1倍不止。修车靠的是吃透机械原理，不是靠拿着电脑装大仙。第1台正式对准了，去库房把这5辆车的原厂刹车片和柴油滤芯拿出来。冷藏车跑长途，大件改完，安全件必须全换新，2人互检，这是规矩。好嘞。哇，平哥，出大事了！慌什么？说。库房空了，5台车要换的原厂刹车片、柴油滤芯、机油滤芯全没了。肯定是老皮那个当采购的小舅子。我下午看他开着面包车在后门转悠，以为他在清理废纸箱，没想到他把咱们的新件全倒漏空了。大泵改好了也没用，没有新试车片，这30吨的车下不了高速，刘老板绝对不敢发车。市里最大的匹配城几点关门？半夜2点，现在已经1点半了，而且离这儿有60公里。把剩下的油管接好，等我回来。老皮，你想断我的粮草，逼我低头，但你忘了，这行里只要有钱，就没有敲不开的门。大半夜的要什么件啊？5套重漆国六原厂刹刹片，5套原厂柴滤机滤，现在就要。原厂件？兄弟，你开玩笑呢？现在库房都锁了，我去哪儿给你调原厂件？只有副厂件高仿的，价格便宜1半，装上去长得一模一样。反正你是给车队修车，老板又看不出来，凑合用呗，你还能多赚点差价。30吨的冷藏车满载海鲜跑山区高速，用副厂件下长坡一旦热栓减，刹车失灵，车毁人亡。这命你扛还是我扛？你这人没原厂件就是没有，你跟我吼什么？2万现金，不讲价，打电话叫库保起床开门，加急费算我的。半个小时内我要看到带防伪标的原厂正品，否则我砸了你这档口。喂，老李，赶紧穿衣服去1号库。对，现在大客户。正品原厂件，大飞上轮毂。平哥，
你技术这么牛逼，渠道也能打通，之前大半年你干嘛一直由着老皮他们骑在脖子上拉屎啊？半年前我接手这个厂，背着钱老板留下的300万烂账，那时候厂里的零配件供应商全是老皮的熟人，客户也只认他们几个的脸。那时候动他们，配件断供，客户流失，厂子3天就得破产。所以你一直在忍。现在账平了，底子厚了，这厂子里的毒瘤必须一刀切干净。陈平，你他妈给我滚出来！我听人说你手底下的人全跑了，我明早6点必须发车的1000多万的海鲜，你是不是给我耽误了？这他妈是怎么回事？你把我的金车电脑板砸了！陈平，你疯了！我要报警抓你！你赔我的车！刘总，原车的电喷系统被恶意锁死了，解不开。我连夜给你改成了纯机械大泵。机械大泵？你当我是傻子吗？国6的车改机械泵能打得着火吗？能上路吗？打着了，平哥，真打着了！这怎么可能？没电脑板，这车居然真能转起来！机械大泵不挑油，不挑环境，只要机械结构没损坏，它永远不会把你扔在半路上。能打着火是一回事，能不能拉货是另一回事。我这是30吨的冷藏车，你改成这种10年前的老技术，动力能跟得上吗？而且机械泵出了名的费油，我跑一趟海鲜得多少油钱？大飞，把1号车开上测能机。刘总，看屏幕，原厂电喷发动机最大扭矩2100牛米，现在这台车经过重新调教了喷油提前检和流罩行程，现在的峰值扭矩是2350牛米，动力不但没降，反而提升了10%。这扭矩比新车还猛。油耗问题，看这个，这是什么？一车一档维保旅程。我不仅改了泵，我还重新匹配了进气量，清洗了中冷器，换了全套原厂滤芯。机械泵确实不如电喷精准，但我把这5台车的机械状态恢复到了最巅峰的100%。综合算下来，100公里油耗最多比以前多半个油，多花半个油的钱，换来这台车永远不会因为一个破传感器故障就把你扔在高速上。这笔账，刘总你自己算。平哥，不对劲儿，3号车漏气，又怎么了？这可是重卡，气压不够，刹车直接抱死。你这车到底能不能出得了门？别吵。这口子怎么这么整齐，像是被人用钢针扎的，绝对是老皮。他走的时候故意留的暗雷，太阴毒了。还有8分钟，换球管根本来不及。今天这车还是发不了，完了，全完了。大飞，去我工具箱拿那套快速接头和割刀。马上。驾驶室，踩刹车，打气。5点58分，刘总，让你的车队出发。这怎么可能？那台漏气的车怎么出来了？皮哥，他们真走啊，速度还挺快。瞎猫碰上死耗子，就算开出去了，那破机械泵上了高速也得拉胯。老板，这车绝了！以前电喷的时候，上这种歌总感觉电脑在限制喷油，憋得慌。现在这机械大泵，油门踩多少来多少，动力猛得一塌糊涂，直接挂高档就冲上来了。陈厂长，神了，真是神了！车队到港口了，提前半小时到的，司机们全在夸你手艺好。陈兄弟，以前是我眼瞎，信了老皮那个王八蛋。从今天起，我车队剩下那20台车的全年维保全交给你，工时费我按市价给你上浮10%，只要你能保证像今天这种质量。规矩我定，配件我选，你只管按时打款。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硬核的脾气。你确定没算错？这5台改了机械泵的车跑了3天，综合油耗不仅没增加，反而比以前降了3%。刘总，绝对没算错。而且以前老皮负责的时候，这几辆车3天2头报小毛病，换个传感器就是大几百。这3天，这5辆车的维修费用是0。老皮这个，以前是故意留着病根拿我的车当提款机啊！马上通知车队，剩下的车
分批全部开到陈平的厂里去做大保养。平哥，刘老板把剩下20台车全送来了，咱们这回彻底翻身了。不过平哥，老皮以前也是老师傅，他为什么修不好这些小毛病？不是修不好，是不想修。老皮那种人玩的是以修代养，他故意给你用劣质配件，故意把螺丝拧松半圈。你车坏的越勤，他赚的维修费就越多。但重卡是司机的命，我们要做的是以养代修，把隐患扼杀在保养阶段。车不出毛病，客户赚到了钱，才会死心塌地把车交给你，这才是长久吃肉的规矩。平哥，我懂了。皮哥，我听说刘老板把那20辆车的合同全签给陈平了。皮哥，咱们这都闲了3天了，镇上其他车队听说咱们被陈平开了，现在都不敢找咱们修车。要不，咱们去给陈平认个错，他现在活多，肯定缺人。认错？我老皮在镇上修了15年车，让我去求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大学生，他陈平不就是懂点机械改装吗？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他把国6的电喷强行改成国2的机械泵，这可是涉嫌非法改装。只要交警队和运补署的人去查，一查一个准。走，跟我去厂里，我今天非要把他的招牌给砸了。陈厂长，以后我的车就认准你了，这几天跑下来那叫一个顺畅。陈平，我今天把剩下的10台冷链车也全给你开来了，你尽管放开手脚干，钱不是问题。刘总放心，我们平哥出手，绝对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陈平，啊，你少在这儿忽悠人！老皮，你来干什么？这里没你的事儿，滚出去！刘总，我是来救你，你被这个黄毛小子骗了。大家伙都来看看，这可是国6排放标准的车。他陈平为了省事儿，私自把电喷系统剪了，换成了淘汰10年的机械大泵。这叫什么？这叫非法改装，这叫篡改车辆核心数据。陈平，你懂不懂法？这种车只要上路被交警查到，直接扣车罚款2到10万，甚至还要吊销司机的营运资格证。非法改装，这可是要砸饭碗的呀！陈平，他说的是真的吗？这改动合法吗？大飞，说完了。怎么没话说了？心虚了？我告诉你，陈平，我已经给运改所打过举报电话了，他们的人马上就到。今天我不仅要让你这厂子关门大吉，我还要看着你进去蹲大牢。老皮，时代变了，你的脑子该升级了。刘总，看清楚，这是市交管局和环保局联合盖章的重型柴油车合规技改备案单。放屁！你机械泵就是冒黑烟的祖宗，备案了又怎样？只要尾气过不了环保检测站那一关，运证所照样扣你的车。大飞，把尾气分级仪推出来。好嘞，上车，轰油门。老皮，看好了，氮氧化物排放值标准限值是200，这台车现在是150。碳盐颗粒物标准是0.5，这台车是0.2，全项数据优于国6原厂标准。你告诉我，环保局凭什么扣我的车？老皮，你个王八蛋，修车手艺不行，背后捅刀子倒是挺溜。给我滚！以后我的车队谁敢找老皮修车，立马开除！滚！陈平，你断我财路，我要你的命！喂，把你手里倒腾配件的钱全给我凑出来！对，我要盘下马路对面那个厂子，我要跟他打擂台！站住！我以前怎么教你的？工具不落地，用完必须擦干净回位。平哥，现在活太多了，大家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这地上有点机油也正常吧？以前老皮在的时候，车间里油泥都有1寸厚呢。老皮是老皮，我是我。从今天起，车间实行5S 标准：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第一，所有工具上墙划线定位；第二，地面见板色，每天下班前机油必须清理干净。平哥，咱们修大车的，搞得像无尘车间一样，有必要吗？大车司机把几百万的资产交给你，看的就是细节。你的扳手沾满泥，你修出来的发动机就一定有沙子。规矩立住了，你就不再是打杂的学徒，你就是专业技师。明白？干活。
陈兄弟，我给你带大客户来了，这是宏达物流的王总，手里有50台重卡。刘总跟我说你技术牛，我还不信。今天一看你这车间的规矩，我信了。老弟，我那50台车维保，你想不想接？接，但我的规矩不打折，不赊账，只要车破都不坏在路上，规矩你说了算。50台车，这本该是老子的肉。皮哥，陈平现在有刘老板和王总撑腰，咱们这新店刚开，拿什么跟他斗啊？拿什么斗？拿大车司机的命门斗。连那些抠门的散户都跑他那儿去了。皮哥，这几天一辆车都没有，咱们光房租一天就得好几百，这可咋整啊？陈平不是讲究原厂件，讲究高品质吗？他那套成本高的吓人。去，给我印1万张传单，去国道服务区物流园挨个发，上面就写4个大字：全场半价，不管陈平报多少钱，老子只要他一半。我倒要看看是他的规矩硬，还是司机的钱包硬。平哥，老皮那孙子开始玩阴的了，他在物流圈到处发，很多小司机都在议论，说咱们这儿收费太黑，要去对面修车。他没技术壁垒，没大客户背书，除了打价格战，他还能干什么？可是平哥，散户最看重价格，他这么搞，咱们的散户客源会被他全吸走的。大车维修半价的利润从哪儿来？从哪儿来？从劣质的副厂件里来，从不洗积碳的糊弄里来，从少加1升机油的克扣里来。不用管他，让他抢。咦，怎么还有散户往咱们这儿跑？陈厂长，刘老板介绍我来的，说你这手艺绝了，我这车发动机异响，急着去新疆，你赶紧给我大修一下。我也要大修，离合器打滑，我这变速箱挂不上档。好嘞，3位老板，马上给你们安排工位。先别急着结。怎么了，陈厂长？有钱都不赚？我现在的工位只有2个空缺，高级技师的精力也已经饱和，3台大修，我今天最多只能接1台，强行接下你们3台，就是赶工期糊弄事儿，我陈平的招牌不能砸。那不行啊，我这货明天必须发。陈厂长，你通融通融，加点钱也行。不是钱的事儿。大飞，把咱们的明码标价展板推出来。是。我这里的规矩，先看单，后修车。这是发动机大修的报价，原厂4配套，价格1万2，质保1年，全国联保。副厂4配套，价格6000，我这里也有，但我提前说清楚，副厂件不耐高温，跑山区容易拉缸，出了这个门，我不认账。工时费，我比镇上其他家贵20%，因为我拆装每一个螺栓都用扭力扳手打标准扭矩，绝不用风炮乱打。陈厂长，我跑了10年车，第一次见到把账算得这么明白的修理厂。我不去别人家了，我就在这儿等，原厂件按你的规矩修。我也等，大不了晚走1天，命比钱重要。平哥，你这招太绝了，把价格全亮出来，他们反而更信任咱们了。信任是打出来的，不是骗出来的。老皮想用半价砸我的盘子，他根本不懂，大车司机真正怕的不是贵，是死在半路上。陈厂长，那个我刚才刷朋友圈，看到马路对面那个老皮汽修，发动机大修只要5000块，包工包料。赵哥，你别听他忽悠，5000块连套正品的活塞环都买不来，他肯定给你用翻新件。可是，陈厂长，你这原厂大修下来得2万，我这趟去新疆，运费才赚1万5，我实在是囊中羞涩呀。要不，我这车你先别修了，我去对面看看，能省1万是1万吗？赵哥，你这缸盖都拆了，你现在把车拖走，出了事我们可不管。没事没事，我让他拿拖车拖过去就行。陈厂长，对不住了啊。平哥，这都叫什么事儿啊？咱们辛辛苦苦给他排查故障，他为了贪那1万块钱，直接跳单了。平哥，老皮这半价太狠了，要不咱们也降点价？哪怕少赚点，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客户被他抢走啊！大飞，你给我记住，我陈平的厂子，哪怕今天院子里1辆车都没有，哪怕客户全跑光，也绝不降1分钱，绝不减1个件。降价就是向劣质妥协，妥协一次，陈家这块招牌就彻底烂了。
可是赵哥那台车去老皮那儿大修，他那儿是去修车吗？新疆县连绵几十公里的长下坡，60度的高温，带着老皮的翻新舰上路，他是在给自己钉棺材。把他的缸盖扔出去，让他滚。老皮，你以为你抢到的是生意，你抢到的是一颗随时会爆炸的雷。赵哥，你这叫过河拆桥！我们平哥大清早给你查故障，你现在1分钱不给就走？大飞兄弟，实在对不住，我这跑一趟新疆不容易。你去新疆走的是连货，我真得省这个钱。大飞，让开！平哥，他这摆明了是去给老皮送钱。强扭的瓜不甜，让他走。老赵，陈厂长，还有事儿。你去新疆走的是连货高速，过了星星峡有30公里的连续长下坡。你去老皮那儿大修发动机，我不管，但你记住，重车下长坡，全靠刹车淋水器给刹车骨降温，让老皮给你换一个质量过硬的刹车大王。水管必须用耐高温的硅胶管，千万别用劣质件。哎，我记住了，谢谢陈厂长。平哥，你是不是脾气太好了？他跑去给对手送钱，你还教他怎么保命，你图啥呀？我图他能活着回来。老皮既然敢接5000的大修，肯定能让他跑完这一趟吧？大飞，你算过账吗？原厂4配套进价8000，老皮收他5000，这中间的3000块差价，老皮拿什么补？只能拿翻新件，拿劣质刹车骨，拿最便宜的塑料水管来补。靠劣质件省下来的钱，迟早要在路上用命还回去。老皮这是在赌命。我们不赚带血的钱，干活。皮哥，刚才陈厂长提醒我，去新疆下长坡得换个好点的刹车大王，水管得耐高温。陈平那个书呆子懂个屁，他就是想骗你多花钱。赵老弟，你放心，我老皮修了15年车，保证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把这几条翻新胎给他换上，还有这几个副厂刹车骨全给他装上去。皮哥，这可是去新疆的车，这副厂刹车骨是铸铁掺沙子做的，散热极差，万一长下坡过热，过热个屁！他不是要装淋水器吗？拿最便宜的 PVC 管给他做淋水管，成本给我压到最低。这单5000块，咱们必须扣出2000的利润来。可是 PVC 管遇到高温排气管会化掉的，到时候淋水器不出水，刹车绝对会失灵。哪那么容易失灵？他这车就算要坏，也是跑完这趟回来以后的事儿。到时候他钱都结了，关我屁事儿。装，出了事我扛。赵老弟，5000块，1分不多，淋水器也给你加满了，一路顺风啊！皮哥仗义，下次我还来找你。陈平，你想跟我抢生意，老子玩死你！看这里 ，ECU 的第14号针系是控制高压供管压力的。一旦这里的电压变动超过0.2伏，这雨太大了，路太滑了，淋水器开！没出水，水管堵了。皮哥，是那个去新疆的老赵。喂，皮哥，救命啊！我的刹车骨碎了，淋水器不出水，我在黑风口的长下坡上，车停不下来了，救命啊！你别慌，你拉手刹呀！手刹早断了，前面是悬崖，你他妈给我用的什么烂配件？皮哥，咋回事？没事，没事，打错了，继续打牌。陈厂长，是我老赵，老皮关机了，我的车在黑风口失控了，撞在护栏上，车头已经悬空了，求求你救救我！老赵，听我说，不要乱动，不要尝试打火，保持体力，我马上到。大飞，发动那台重型轻障车，盖上50米高强度钢丝绳和2把大号液压剪。平哥，黑风口离这儿100多公里，而且那是老皮修坏的车，凭什么咱们去给他擦屁股？万一出了人命，咱们说不清啊！车是老皮修的烂摊子，但挂在悬崖边上的是一条卡车兄弟的命。我陈平修车，不看是谁的厂，只看道义。走！
大飞，把清障车的驻车支腿全部放下，锁死底盘。放下了，绞盘放线。老赵，抓紧方向盘，闭上眼睛。去！陈厂长，你是我的再生父母啊！陈平，你少在这装好人，谁让你动我的客户的？你这是恶意抢生意！这就是你收5000块给换的原厂件，没有防伪标，没有散热层，水管用的是2块钱1米的塑料管。老皮，你这不是在修车，你是在杀人！哎，畜生！为了赚那2000块黑心钱，你连命都不要了！太黑了！以后谁敢去老皮那修车，打死这个黑心老板！各位兄弟，我老赵这条命是陈厂长给的，以后我的车队，还有我认识的所有散户，只认陈平汽修厂。陈平，你毁了我的名声，断了我的活路。喂，龙哥吗？我是老皮。对，帮我办个人，我要让陈平的厂子明天就变成一堆废铁，价钱你随便开。哈哈哈，大飞兄弟，陈厂长这手艺绝了！我那车从新疆跑回来，一路连个螺丝都没松。可不是嘛！以前去对面老皮那儿，3天2头亮故障灯，现在在陈厂长这儿，车子开着心里踏实。那是，我们平哥定的规矩，原厂件就是原厂件，扭矩打多少就是多少，绝不糊弄。老李，听说你们最近都跑去陈平那儿修车了？是啊，人家虽然工时费贵点，但干活透明，不坑人。透明？他那是做给你们看的，你们也不想想，他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凭什么开这么大厂子？我告诉你们，他背地里黑着呢。黑？怎么个黑法？国六车底盘下那个3元催化器，里面全是铂、阳这些醉金属，一个原厂的黑市上能卖8000块。陈平表面上给你们好好修车，背地里专挑你们不在工位的时候，把你们原厂的3元催化器拆下来，换成几百块的空壳子。什么？偷换3元催化？这可是缺了大德了！你们要是不信，自己回去拿手电筒照照底盘的螺丝印。他陈平就是靠偷你们的件发财的。陈平，你给我出来！别人都说你偷换客户的3元催化器，我今天非得钻车底看看，你是不是把我的原厂件给调包了？老李，你放什么屁？我们平哥行得正，坐得端，谁造的谣？无风不起浪。你们要是没鬼，怎么不敢让我查？想查？大飞，把举升机升起来。老李，大家也都过来看着。我陈平要是动过你们一个件儿，今天我就把这招牌砸了。平哥，我打听清楚了，全是老皮那个黄八蛋在物流圈到处造谣，偷换3元催化，这是汽修界最下三滥的罪名。他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整啊！我今天非去马路对面，把他的狗腿打断！站住！狗咬你一口，你还要咬回去。放下管钳，去电子城。去电子城干嘛？买20个最高清的红外夜视摄像头，带录音功能，每个工位装3个，无死角覆盖，不吵不变。从今天起，用铁证说话。陈平现在肯定焦头烂额了吧？哼，信任这东西，一旦裂了缝，就再也补不回来了。师傅，咱们下一步怎么办？趁他病，
咬疼。这是我前天刚收的一台事故车，底盘的3元催化器我早就拆空卖了。你现在把车开到陈平那儿，就说做常规保养，等他保养完，你当场钻进车底，大喊3元催化器被他偷了，我要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百口莫辩，彻底身败名裂。老板，做个全车油水大保养。3号工位，大飞接车。老皮，你送上门的脸我不打，对不起你。哟，陈厂长这搞的是什么名堂？各位老板，这是我们平哥刚推出的云监工系统，你们不仅可以在这儿看，只要扫一下工位上的二维码，在手机上也能随时看你们的车是怎么修的，连我们拧螺丝的声音都能听见。硬气，敢搞全网直播修车，这说明人家心里没鬼啊！抓贼呀！大家快来看啊！陈平这个黑心老板趁我不注意，把我的原厂3甲催化器给偷换成空壳了。我这可是刚买的新车，你赔我的原厂价，你个贼！难道传言是真的？判完了吗？你少在这装蒜！今天你不赔我1万块钱，我就报警抓你！不用你报，我替你报。大飞，把时间调到他刚进大门那一刻，放大底盘画面。大家看清楚，这辆车在进入我厂区大门之前，底盘排气管中段就是空的，根本没有3元催化器。你告诉我，我怎么偷一个根不存在的东西？这监控肯定是你们动了手脚，你们这是合成的视频！还不死心？这辆车不仅没有3元催化器，连发动机电脑板都是从报废车上拆下来的副厂片。老皮让你来碰瓷之前，没教过你什么叫电子溯源吗？原来全都是老皮在背后搞鬼，自己手艺不行就派人来碰瓷儿，真无耻！报警，把这个诈骗犯抓起来！好手段，用规矩破谣言。陈厂长不仅技术硬，这管理水平更是让我大开眼界。您是？我是远威危化品运输集团的安全主管孙建国。我们集团有30台专门拉易燃易爆化学品的特种重卡，不知道陈厂长有没有胆量接这个标？危化品运输，这是公路运输的最高危险级别，对车辆的维保要求堪称变态。陈厂长，危化品车不比普通冷藏车，普通车坏在路上最多赔点货款，危化品车要出了故障，那就是惊天动地的大灾。我们之前的卫保厂就是因为线路老化导致短路，差点引起爆炸，被我直接开除了。我要的是绝对的安全。孙主管，给我1天时间，明天上午我给你一份方案。平哥，你这方案里的配件要求也太变态了吧！全车线路必须换成航空级阻燃保路管，底盘加装双重防电垫接地带，刹车系统必须用陶瓷碳纤维复合防爆片。平哥，这些东西进价极其昂贵，而且镇上根本买不到。如果按这个标准投标，咱们的报价绝对比同行高出30%。孙主管怎么可能选咱们？大飞，你知道拉30吨液态甲菌的车，一旦电路打火，会是什么后果吗？会炸。方圆500米，寸草不生。我们修冷藏车，保的是货；我们修危化品车，保的是整条高速公路上所有人的命。孙总，我们厂报价最低，30台车全年维保，只要120万，包您满意。陈厂长，你的报价是180万，是全场最高的。
给我一个选你的理由。孙总，120万的报价，买到的是一旦发生碰撞，3秒钟就会引发油箱的普通线路。180万，买到的是在800度高温下，依然能坚持15分钟不熔电的航空级阻燃管。这15分钟，足够司机逃生，足够消防车赶到。我陈平卖的不是配件，是您车队30个司机的命，和您远威集团绝不爆雷的安全底线。孙总，且慢，我是镇上老皮汽修的。谁让你进来的？保安呢？孙总，您消消气儿，我是来给您省大钱的。陈平这小子就是在贩卖焦虑，30台危化品车，我老皮大包大揽，只要100万。哼，100万。陈厂长刚才说了，你100万的方案用的是会引燃甲般的普通限速，我不要命了吗？孙总，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陈平那是吓唬您。这是我连夜给您改装的一台危化品样车，您看这电脑诊断仪上的数据，全率数据，绝无高温隐患。孙总，同样是安全，您凭什么多花80万给他陈平？陈厂长，这数据看着确实没问题啊。老皮，你的胆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大。重卡在原地轰大油门，排气管的高温 DPF 温度至少应该在400度以上，可你屏幕上的温度只有30度。老皮，你那台样车的排气管温度传感器是不是被你剪断，偷偷绑在车头保险杠上吹冷风了？你放屁！你这是血口喷人！孙总，给我10分钟，我带您去现场，让您亲眼看他这全率数据背后到底藏着多大的雷。大飞，备车。孙总，您别听他忽悠，我这车间重地，外人不能随便进。滚开！心虚了是吧？大飞，打手电。找到了。这就是你说的测温传感器？孙总，这根线原本应该插在这个位置，用来实时监控排气管的高温。一旦超标，电脑就会强制熄火，防止引燃危化品。但他为了掩盖劣质减速不耐高温的事实，把探头扯到了车头去吹冷风。电脑接收到的永远是假数据。这简直是定时炸弹！你让装满易燃化学品的重卡带着这种被蒙蔽了双眼的隐患上路，老皮，你是想拉着一车人陪葬吗？畜生，草菅人命的畜生！从今天起，远威集团彻底封杀你！我会把你的所作所为通报给全省所有的物流公司。陈厂长，180万，一分不少，明天就签合同。远威集团的车以后只认你陈平。光头哥，陈平断我生路，我要让他手底下的客户全在我这里扒层皮。老皮，早这么干不就完了？咱们兄弟联手，这国道上的过路大财，一个也跑不掉。糟了，爆胎了！老板，车坏了，这段路我们承包了，拖车费5000。我不拖车，我自己有备胎。在老子的地盘，不拖也得拖。挂钩，带走。老皮，你这是开黑店！少废话，轮毂严重变形，刹车分泵全碎了，换一套总成，28000。28000？你抢劫啊！我刚才看过了，就扎了个洞，补个胎就行了。我说坏了就是坏了。老东西，看清楚这是哪儿。
不给钱，今天人跟车你一样都带不走。平哥，是老赵，他发了个定位，还有一条求救信息。他被光头哥那帮黑黄牛强行拖到了老皮的废弃厂房，他们要敲诈2万8，那里面全是一帮地痞流氓，咱们赶紧报警吧。等警察走完程序过去，老赵的车早被他们拆成零件了。大飞，叫上车间里最壮的4个兄弟，带上重型风炮和1米长的实心撬棍，把咱们那台50吨的清障车开出来。干什么去？去踢馆。陈平，你他妈找死是不是？敢砸我的场子！干什么呀？轮毂严重变形，刹车分泵全碎了，不交2万8，今天谁也别想走。轮毂连个划痕都没有，刹车分泵滴油不漏。拔出钉子，打个蘑菇钉贴片，市场价，补个胎只要50块。50块的东西，谁敢收2万8？放屁！我说坏了就是坏了。妈的，给脸不要脸，在我的地盘还敢撒野！兄弟们，给我往死里打！都给我站住！动手之前，先看看这是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个？老赵这台重卡，上周刚在我那儿装了最新的360度云端哨兵系统。10分钟前，这段高清视频我已经同步发给了市运管处和公安局。全都不许动，抱头蹲下！我是冤枉的呀！我不知道他们是撒钉子搞来的车呀，是光头哥逼我开高价单的。我要是不听他的，他就要砸我的店啊！我也是受害者呀！老皮，你个王八蛋！明明是你出钱让我去撒钉子的，你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警察同志，我真的没参与撒钉子啊！目前确实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你参与了破坏交通设施，你不构成立案。徐云山，你虽然没涉黑，但你涉嫌严重欺诈客户，开具天价阴阳维修单。根据相关法规，对你处以非法所得10倍的顶格罚款，共计28万元，并责令停业整顿3个月，暂扣维修资质。28万，停业3个月，我哪有那么多钱呀？这可是倾家荡产啊！大飞，给老赵换备胎，回家。28万，停业3个月。陈平，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呀！我老皮在镇上混了15年，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老皮，听说你最近名声不太好啊，连修理资质都被暂扣了，还敢来找我谈合作？钱总，资质算个屁！我借个执照照样干。我今天来还要算钱呢。您车队那50台重卡，我老皮签全包维保生死状。怎么个全包法？1年固定一口价50万，这50台车全年的保养、大修、换件，哪怕是发动机爆缸了，钱全算我老皮的。您不用再多掏1分钱。老皮够魄力，这单子我给你了。陈平，老子拿到50万预付款了，等老子交了罚款，换个壳子，照样弄死你。陈平，看见没？宏图物流园的全包大单，50台车，你以为搞臭我的名声就能弄死我？老子现在抱上资本的大腿了。全包维保，50辆车50万。老皮，重卡不是小轿车，你把价格压到这种地步，除了用劣质件，你根本覆盖不了成本。你这不是在修车，你是在拿50个司机的命对赌你自己的利润。少他妈在这给我上课！老子怎么修不用你管。老板，重气的刹车分泵和离合器压盘怎么卖？这都是报废车上拆下来的，寿命早到极限了，只能当废铁卖，50块钱一个。好，全给我装车！50块买回去，稍微洗洗油泥，装到宏图物流的车上，我就能省下2000块的原厂件成本。只要车能开出大门，老子就稳赚不赔。P 哥，这转向球头是从报废车上拆下来的吧？里面的防尘套都烂了，间隙大的吓人。这可是控制方向的命脉啊！装这种报废件上路，一旦高速上球头脱落，方向盘瞬间失灵，那是要车毁人亡的。你懂个屁！
这球头是铁打的，哪那么容易断？赶紧给我装上！我不干了，皮哥，你以前用副厂剑也就算了，现在用报废剑，这是杀人！我不干了，我要辞职！辞职？你上个月的6000块工资还在我手里，你今天敢踏出这个门，1分钱别想拿！给我装！大飞，平哥，今晚半夜，全省气温将骤降到零下15度，宏图物流园的车全部在跑省内短途。老皮签了全包协议，绝对不可能给他们换正品的高标号防冻液。立刻整理重卡冬季连环失效抢险预案，把厂里所有的拖车加满油，备好防滑链。今晚要出大事。明白。陈厂长，我实在受不了良心的谴责了，老皮疯了。陈厂长，他全用的报废料，这50辆车，现在就是50个定时炸弹啊！钱总，看看这些东西，报废的转向球头，极限寿命的刹车泵，老皮正在把你的车队变成一堆废铁，一旦出事，你的物流员不仅要赔付天价货物，还要背上人命，立刻终止和他的合同。陈厂长，你是看老皮抢了你的生意，跑来我这里挑拨离间吧？我是来救你的命。我不管他用什么价，我只看财务报表。我跟他签了生死状，出了事他全额赔偿，我宏图物流1分钱损失都没有。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财务报表挡不住死人，你准备好棺材吧。师傅，这马上要降温了，咱们给宏图物流的车加这种自来水对色素的假防冻液，发动机缸体会被冻裂的。冻裂？只要今天白天能打着火，开出我的大门，晚上冻裂了那是天气原因，老子照样能推脱责任。50台车，光防冻液这一项，老子就省了2万块，加，全给我加进去！大飞，把账上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部清空。平哥，这可是咱们准备扩大厂房的钱啊，清空干嘛？去市里最大的化工批发市场，把所有能买到的零下40度极寒防冻液全部买空，再去五金城，把所有的工业级热风键和发动机缸体防冻塞全拉回来。平哥，你这是……老皮的自来水防离液绝对撑不过今晚零下15度的降温。今晚过后，宏图物流的50台车将集体趴窝，发动机缸体会被冰块硬生生撑裂。整个省道只有我们手里有救命的物资，准备干活！钱总，打不着火呀！爆缸了，水箱全冻裂了，发动机废了。老皮，你他妈给我加的什么防冻液？钱总，我也不知道这天会这么冷啊！50台车，几千万的春运绿化货全压在车上，违约金能让我宏图物流直接破产！给我修，马上修！缸体都裂了，这怎么修啊？得换总成，我哪有那么多钱？说。陈厂长，陈祖宗，我错了，我瞎了眼信了老皮，我的50台车全冻裂了，求求你救救我，你要多少钱我都给。我不趁火打劫，按市场价收抢修费，但进了你的大院，所有人必须听我指挥。全听您的，您就是宏图物流的总指挥。全体技师注意，带上极寒防冻液、工业热风机、缸体防冻塞。目标宏图物流园，出发！陈厂长，货主催命了，这缸体都裂了，还能救吗？大飞，架设高压热风机，对准缸体裂缝和水箱，最高温，吹！是。吹化了有什么用？缸体裂了，一加水就漏，他拿什么赌？
加注极寒防冻液，打火！火了，真火了！整整48小时连轴转，50台重砍全部抢通，轰鸣着驶出大院。陈厂长，这48小时，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技术和规矩。我马上和老皮打官司，以后宏图物流所有的维保业务全部交给您。我们签10年战略合作协议。钱总，合同可以签，但这50台车以后的日常维保，我不亲自管了。我要看我这个徒弟能不能把这副担子挑起来。快快快，把这6个气缸套全给我下进去！下午这台车必须交出去。大飞，给我停下！平哥，怎么了？这台车催得紧，我用风鞘打能快半个小时。我教你的规矩，被狗吃了吗？这是重卡发动机，缸盖螺栓的扭矩标准是280牛米，你用风油凭感觉打，有的螺丝250，有的螺丝300，受力不均。只要这台车上了高速，重载爬坡，高温高压，瞬间就会冲掉气缸垫，甚至直接把缸盖顶飞。差半拳扭矩就是一条人命，你为了快半个小时，拿客户的命在开玩笑。平哥，我错了，我只是想证明我能干得快，能接下宏图物流的单子。修车快不是本事，稳才是规矩。把刚才打上去的螺栓全部拆下来，换全新的原厂螺栓，用扭力把手一颗一颗分3次交叉拧紧。达不到标准，你这辈子都别想碰发动机。是。大飞兄弟，这手艺绝了，一点都不比陈厂长差。赵哥过奖了，都是按规矩办的。从今天起，车间主任的位置大飞坐，宏图物流园的50辆车日常维保由大飞全权负责调度。老皮现在被宏图物流起诉天价索赔，法院已经冻结了他所有的资产，他彻底变成了丧家之犬。老皮，你想干什么？大飞兄弟，恭喜啊，升车间主任了。兄弟，以前对不住你，这点心意你拿着买包烟抽。他捏了捏信包的厚度，里面至少有3万块钱现金。你什么意思啊？我不要你的钱。兄弟，你现在管着陈平的库房对吧？皮哥现在走投无路了，我手里还有一批极其逼真的副厂刹车片和传感器，你只要在进货的时候把我的这批货混进陈平的库房里，只要陈平的车间用了这批货，出了几次故障，他那绝对安全的招牌就彻底砸了。到时候宏图物流的单子肯定黄，陈平一倒，这3万只是定金，以后镇上的修车生意皮哥带着你一起干，利润咱们5-5分。巷子里只能听到风吹过垃圾桶的声音，信任危机在这一刻达到了极点。5-5分？对，5-5分，只要你点个头。你他妈疯了！这可是3万块钱！老皮，你这种垃圾，永远不懂什么叫规矩。我平哥教过我，修车人的扳手不能脏，把劣质件装到大车上，那是谋财害命。你想砸平哥的招牌，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只要我大飞在车间1天，你的一颗螺丝钉都休想混进我们的大门！给我滚！底线守住了，这徒弟没白教。陈平，你连个学徒都能洗脑，你断我生路，我跟你拼了！王总监，您得救救我。老皮，你现在可是个烂摊子。王总监，陈平的汽修厂最近扩建了喷漆房，我敢肯定他的环保手续还没批下来。只要您带队去突击检查，给他贴上封条，我就有办法让他那几百万的合同全部违约。我要让他陈平在这个镇上永世不得翻身。老皮，
陈平最近正申请咱们协会的 A 级示范服务站，你既然实名举报他非法改装、乱排废油，我们协会自然要突击核查，一旦查实，直接全网通报，拉入行业黑名单。谢谢王总监，只要上了黑名单，全省的车队都不敢去他那儿。今天就看您怎么砸他的饭碗了。各位领导，这是怎么了？有人向协会实名举报你们汽修厂非法爆改重卡底盘，并且违规倾倒危废机油，所有人停止作业。我们代表全省各大物流集团对你们进行最高级别的行业突击核查，一旦查实，立刻全网封杀。领导好，我是厂长陈平。陈厂长，如果举报属实，这厂子今天就得从行业里除名。既然是协会核查，我们全力配合。大飞，去把咱们的危废处理态账和所有的车辆技改图纸拿出来，请领导们过目。领导，这是我们的废油回收台账，每一滴废机油的去向、重量，第三方专业回收公司的资质证明全在这里，您可以随便核对监控。那非法改装怎么解释？这车明明加装了非原厂的驻车空调和底盘装甲。领导，这不是非法改装，这是合规技改。这是我们联合主机厂出具的商用车安全冗余升级方案，加装的每一根线束都采用了航空级阻燃材料，底盘装甲使用的是防爆涂层，不仅没有破坏原车结构，反而将车辆的安全性提升了30%。王总监，陈厂长这套方案太专业了，完全可以作为咱们全省的行业防爆标杆，这绝对是高标准的技改。既然一切合规，那说明举报不实。陈厂长，你们的管理非常规范，继续保持，收队。陈厂长，前几天的突击核查，让我们发现了你这个宝藏企业啊！在这个圈子里，能像你们这样把安全和环保做到极致的修理厂太少了。经过协会全体理事投票决定，特授予你们全省重型招车 A 级示范服务站称号。有了这块牌子，全省的大车队都会排着队来修车。牌子挂上去了，这是行业给的脸，但这更是悬在咱们头上的刀。我再强调一遍规矩，从今天起，谁敢在车间里弄虚作假，谁敢把带油污的扳手伸向客户的底盘，立刻给我滚蛋！明白？扳手不能脏。咱们的厂房太小了，大飞，准备发招工启事。我要招募一批真正守规矩的兄弟，在国道边上建一座全省最大的公路综合服务驿站。师傅，咱们没路走了，镇上没人敢找咱们修车，连去别的厂打工都没人敢要。师傅，我听说陈平那边要建大驿站，正在大量招人，要不咱们去求求他吧？求他？我老皮就是饿死，从这儿跳下去，也绝不向那个毛头小子低头。师傅，您还有低头的资本吗？您连明天的饭钱都没了。陈平是镇上唯一有实力，也有可能给咱们一口饭吃的人。哟，这不是皮大老板吗？大半夜的又来我这儿找什么茬啊？是想再举报我们一次，还是想往我们门上泼油漆啊？师傅，大飞兄弟，我错了，我老皮是个畜生，我偷换客户的原厂件，我勾结黑黄牛撒钉子，我用假防冻液害人，我找协会恶意举报陈厂长，我把这辈子能干的缺德事儿全干了。我现在倾家荡产，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大飞兄弟，你帮我求求陈厂长，赏我们师徒3人一口饭吃吧。
我不要工资，我给你们洗轮胎，我给你们扫地沟，只要给口饭吃就行。平哥，这老狐狸坏事做绝，咱们不能留这种隐患啊！平哥，这老狐狸坏事做绝，咱们不能留这种隐患啊！让他滚吧。大飞闭嘴，退后。老皮，我不会原谅你，被你坑过的司机也不会原谅你。在我这里，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能换饭吃的只有规矩和利己。想留下，可以。从今天起，车间下面的3条排污水沟归你管，每天掏费油泥。干得动，管你1天3顿饭；干不动，自己滚。田厂长，我干！平哥，你图啥呀？这种人直接赶走不就完了？大飞，咱们现在是 A 级示范站，逼死一个走投无路的同行，那是地痞流氓。给他一条最脏的活路，让他用血汗去还他欠下的债。这才是咱们陈家立在这条国道上的格局。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皮老板吗？怎么钻下水道了？皮老板，当初你收我28000的时候，没想到有今天吧？好好掏，掏不干净，老子扣你工钱！平哥，这老皮转性了，老赵那么羞辱他，他居然连个屁都没放。要是以前，他早跟老赵拼刀子了。他以前嚣张，是因为心里长着个叫贪婪的毒疮。现在，毒疮被逼破了，脓血流干净了，知道疼了，知道低头了，这人算是彻底死过一次了。你就是陈平？你谁呀？懂不懂规矩？我是陈平，有事儿。我是省城霸天物流的王总，这只是见面礼。听说你刚拿了全省 A 级示范站的牌子，手里的章能直接给重卡开具安全合格验车单。我手里有100台拉矿石的百君王，大梁全被我私自切过加长，刹车也改了。交警查的严，上不了路。我要你用你的示范资质给我的车队盖章背书，只要你盖章，证明我的车合法，以后每年这个数我给你双倍。盖不了，嫌少。我的章盖的是命，不是钱。拿着你的脏钱，滚出我的厂子！陈平，给脸不要脸，在省城都没人敢驳我王霸天的面子，你这破厂子今天算是开到头了。把车队全开过来，给我堵死他！我操！敢堵我们的门！兄弟们，抄家伙，砸了他们的破车！站住！砸车，砸了你就得进去蹲局子。他王霸天巴不得你动手，报警，让交警来。干什么？谁让你们把车停在路中间的？立刻挪走！警察同志，我们也不想啊，这车突然抛锚了，发动机打不着火，离合器也踩不下去，我们怎么挪呀？抛锚？
10几台车同时抛锚？对呀，我们就是来陈平这儿修车的，刚走到门口就坏了。您要是不信，您自己上去打火试试。陈厂长，他们咬死是车辆故障抛锚，按规定我们只能叫重型拖车来拖，但10几台百吨王，市里的拖车根本不够用，最快也得明天才能清空。老皮，你上来干嘛？干你的活去！陈厂长，对付流氓，你用正规手段是没用的。王霸天这帮人，我以前在灰产圈子里听说过，他们的百均王全是在城郊的一个隐蔽黑窝点进行切割大梁和篡改刹车数据的。只要能拿到他们非法改装的铁证，交给省运管处，他的车队立刻就会被全省通缉。那个黑窝点防守极其严密，外人根本进不去。外人进不去，但我老皮可是这10里8乡出了名的黑心老板。我现在倾家荡产，走投无路，跑去他的黑窝点投靠找口饭吃，谁会怀疑我？刘厂长，我老皮的名声您也知道，我现在被陈整成的没饭吃了。您这儿切大梁的活我最熟练，您赏口饭吃。老皮啊，老皮，你也有今天，行吧？去2号工位，把那台车的限压阀给我改了。好嘞。陈平，我欠你的债，今天老子用命还给你。干什么呢？出来！刘厂长，不好意思，垃圾短信。哼，干活不许带手机，规矩不懂吗？你棉袄扣子怎么少了一个？刚才钻车底儿蹭掉了。刘厂长，你要是信不过我，我现在就走。赶紧干活，今晚这台车必须交出去。陈厂长，拿到了。铁证，绝对的铁证！平哥，咱们这就报警，把视频交给市交警队。明天一早，王霸天的车队就得全军覆没。市里的交警动不了王霸天，他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堵我的门，市里绝对有他的利益网。老皮，这趟你拼了命，背沟的活你不用干了。陈厂长，我老皮这条命，以后就是陈家大院的。大飞，看好家。平哥，你去哪儿？去省城，会会王霸天。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陈大厂长啊！怎么，门口被我的车队堵得受不了了？终于想通了，跑来省城给我低头认错了？可惜呀，你昨天拒绝了我，今天的规矩变了，100万没了，你不仅得免费给我盖合格章，还得把你那破厂51%的股份转给我。王霸天，我今天来不是来谈条件的，我是来给你下最后定牒的，立刻撤走堵门的车队，然后带上你的黑厂长，去省公安厅投案自首。插上，我倒要看看他搞什么名堂。陈平啊，陈平，你是不是修车修傻了？你以为凭这段偷拍的破视频就能扳倒我王霸天？在省城，我王霸天就是规矩，我每年交几千万的税，养着几百号人。就算你把这视频交到市局，信不信第2天他就会变成临时工违规操作？跟我斗，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阿龙，打断他的双腿，从楼梯上扔下去，让他知道省城的规矩。王霸天，你是不是觉得你能只手遮天？你挺能打呀！
你能打10个，能打100个吗？我从来不靠拳头解决。你踩碎的只是一个几块钱的口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市里有你的保护伞？今天早上6点，这份视频的原件我已经通过加密通道直接放给了省公安厅打黑除恶专案组以及央视内参调查组的首席记者。现在是10点30分，算算时间，省厅的抓捕网已经收紧了。王总，不好了！省厅的特警把咱们城郊的改装厂给一锅端了，刘厂长全招了，警察正往总部里抓您呢，快跑啊！王霸天，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带走。我告诉你，杠杆螺栓必须打到280牛米，差半圈都不行，扭力就是人命，听懂没有？听懂了，飞哥。哥，你太牛了！省厅发了通报，王霸天团伙被连根拔起了，咱们的名声也响了。大飞，记住，车有车的道，人有人的规矩，修车就是修良心。比现在，咱们这块拆子就永远砸不烂，路才能越走越宽。